早上我稍微改变了一下我房间的陈设。你怎么又进来我房间？ Hello， 大家早安。这集不是 Coffee Talk， 这一集呢是全新的企划，叫做新鲜人求生记。以防大家可能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我叫做 Venus。我在过去10几20年的求学生涯，差不多都是落在文组。去年结束了在台湾的第一个硕士之后呢，我在9月呢就来加拿大进行我的第2个硕士。现在在加拿大的 program 也即将进入尾声了。我过去的工作经验呢 ，full time 是完全没有的，然后只有一些 part time 啊，还有 intern 的工作经验。职涯这部分呢，其实我算是一张白纸，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拍新鲜人求生记。我原本想要取新鲜人求职记，我很怕我太幸运，可能拍了1-2集就找到工作了。我就想说把这个企划的名称改成新鲜人求生记。在我在找到工作之后呢，可能还会继续连载。我打算从现在开始，跟工作有关的生活记录呢，我都把它放在新鲜人求生记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也别忘了帮我的频道按赞、订阅，然后分享给身边可能有兴趣的朋友。因为我在加拿大的 program 即将要结束了，然后我现在采取的策略是，台湾的工作和加拿大的工作我都会找，然后 full time 和 internship 我同时也都会找。基本上哪里有工作我就会往哪里去。我是在大概1个月前就开始慢慢投履历的。我觉得开始求职之后，就让我感受到新鲜人那个求职自我怀疑的过程。其实前阵子呢，我也因为学校的课业繁重，实习的专案做不出来，然后还有包括求职一直都是无声卡，然后也收到几封拒绝信。这个过程呢，其实有时候会让我蛮低潮的。那我又是一个不太擅长在镜头前面或是在社群上面展露自己情绪的人，所以有时候自己 emo 的时候呢，我就是待在家里自己消化，然后就不拍片。其实呢，我也不想要这个频道只呈现我很开心然后出去玩的样子，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它会有点脱离我真实的生活样貌。这个频道我也不想要只记录我未来拿到 offer 的那个喜悦成功的样子，就我不想要这个频道逐渐走向成功学。不管是在求学的过程还是在求职的过程，有很多辛酸，有很多辛苦的部分，我希望可以把这些过程都记录下来。而且这些过程呢，其实都不可逆，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记录的。同时我觉得拍影片应该也是转移我注意力的方式吧。就如果现在还是在找工作的路上，那至少我还可以借由拍影片来转移我找不到工作的注意力。OK， 刚好说我从上个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投了一些加拿大和台湾的履历。那我找的工作大部分是marketing 啊 communication 相关的。给大家看一下我 Notion， 我把我投的所有工作都放上来，目前累积了大概30个职缺了。那在这30个职缺里面，我目前收到的拒绝有1、2、3、4、5、6、7、8、9、10，大概收到10封拒绝信。我都是从 LinkedIn 上面投的，因为我大部分都是投外商，要不就是加拿大的公司。我在使用 LinkedIn 的过程中，目前看下来，加拿大和台湾的求职生态的差别是，我觉得加拿大真的是竞争力非常强。像是加拿大的职缺呢，它一开出来，我点进去，它是7小时前上线的职缺，旁边就会写已经超过100位应征者。那如果是台湾的话，差不多的工作，它大概是1周前上线的职缺，旁边它写的应征者数量呢，大概没有超过100位，顶多90位左右。所以加拿大的这个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非常可怕。LinkedIn 上面它会显示说你应征的这个职缺它目前的状态是如何。那有些是在它根本没有寄给我任何拒绝信，他就直接把这个职缺关起来了。所以我在想他们可能已经招到人了。在我投职缺当中呢，大部分都是无声卡，然后顶多就是他会把我的履历 download 下来，那这些在 LinkedIn 上面都会显示。我在想他们 download 下来可能是有列入考量当中，但
就仅此为止了，就没有更多的后续。我在台湾的应征的状态呢，也是大部分是无声卡啦。那我在前几天起床呢，我就收到了2封信，跟大家报告一下。这2封信呢，都是台湾外商公司的工作。那有一个是食品相关的公司，另外一个是保养品的公司。那其中一间公司呢，他跟我说，在2周之内呢，要参加他们的 video interview。点开这个连结之后呢，他会开始录影，机器会问你一些问题，你就要用英文去回答。结束之后呢，他会把这个整个影片档再寄回公司，然后 HR 可能就会开始审。那另外一间公司呢，他是邀请我参加第1阶段的线上测评。这个测评是我第一次遇到，内容有性格测评，然后移动迷宫、心算大师、演绎逻辑推理。然后我查了一下，它的名字叫做 AON， 它有点像是我们小学曾经有做过的那种图像型啊，还有数字型的智力测验。我不知道你们小学有没有做过那种智力测验。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个 AON assessment 是怎么样。这些是一些题型，我看了真的是觉得天哪，为什么现在求职还要做智力测验啊？你们有在求职过程中做过智力测验的经验吗？可以分享在留言区。你们知道这一题是什么吗？这个影片呢，就是解释说 AON 这个测验它内容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还有这种图像型的，它要告诉你说这个是顺序1、2、3，那第4张图它会长怎样。我今天的任务呢，就要先做完这个智力测验。我真的觉得好在我没有直接点开那个测验连结，不然我真的僵在那边，完全不知道在考什么。我等一下稍微再看一下 YouTube 的那个智力测验的解释，再开始做题目好了。希望我可以拿高分一点。它黑人写12加16等于28，所以是除以2是14，13加15等于28，除以2等于14。好，那我知道17加21等于38，除以2等于19，答案是 D。19，耶！78是8463。都加7，这里都加7，所以是778491，答案是 D。所以它是不同方向。这两个没关系，37乘以2没有关系，77，如果是不同方向的话，会是用减的，减7等于70，70再减7等于70再减7等于63，可是没有70和63的搭配。好，那我就加7，778491，我选 D。我觉得我准备好了，祝我加油！我要开始了。email 写说要准备好计算纸，然后还有计算机，开始了。我目前做完了第1项职业行为问卷，这个职业行为问卷做起来有点像 MBTI 测验，每一回合都会有3个题目，你要用六个 points 去分配这3个题目的比重。例如说，它有一些题目是说我重视做事的条理与细节，我能胜任一个重大的任务，然后我能在压力之下冷静完成事情，然后你就要分配说哪一个特质最符合你，然后用这个6点去分配。假如说我可以在压力之下冷静处理事情，我觉得是比较符合我的，我就放3点。
然后再来下一点是我可以有效有条理的处理事情，我就放第2点，然后最后一个我就放1点。好，我现在要进行第2个部分。第2个部分是 motion challenge 移动迷宫，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我刚刚看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参考题，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好，我现在要继续做下去了。OK， 各位，我做完4个不同的测验了。这4个测验呢，我刚刚在事前我都有先稍微搜了一下题型，然后我觉得在第2个移动迷宫还有第3个心算大师是最有挑战性的。移动迷宫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它有时间限制，所以我在前面我就每一题都非常谨慎的看要怎么走才可以用比较少的步数去把那颗球推到洞里面。我觉得我浪费太多时间，然后导致后面比较难的题目我就没有办法很聪明有效的完成任务。然后再来心算大师，心算大师是用加减乘除4则运算去做推理，它前面就会有几个格子，要你用1到9不同的数字演算出就是可能会有的答案。多了一些比较大的数字之后，我就会开始觉得太困难，所以我也没有做完太多题目。但在最后一个 Switch Challenge 演绎逻辑推理，我觉得这是我在所有测评当中表现最好的。所以我的逻辑是比较好吗？测验做完了，可以直接把报告印出来哦。然后我刚刚把这个测评的结果丢给 ChatGPT， 请他帮我解释一下。天哪，好赤裸裸！他就写了重视目标、投入度高、独立思考、主动性强。他写的这3点是我的个人特质还有优势。然后他又给了我一个建议的发展方向。他说可以透过设定成功画面来激励自己，然后安排日常放松仪式、健身、阅读、朋友聚会，维持心理能量，学习拒绝与设定界限。我觉得这个超级准我觉得我很难去拒绝别人的请求，处理压力与失败，然后情绪自我觉察，这些都是我觉得很重要，然后我也需要学习的部分。你的性格非常适合需要主动性、责任感与品质导向的角色，像是专案管理、内容策略、品牌行销、内部沟通等需要独立思考和高标准执行力的工作。然后建议在团队中学会弹性沟通与适时的妥协，让我的专业能力更具影响力。今天的任务差不多就到这边。然后我刚刚有提到，就是除了这间公司之外，还有另外一间公司也有寄给我 One Way Video Interview。那这个我打算在下周再开始我的 interview。我等一下休息一下，应该会先来准备这个 interview 他可能会问的一些问题。OK， 那我们就保持联系。我刚刚坐在床上看我前几天整理好的面试问答。这个问题呢，我原本想说好好的背起来，背好之后过几天再打开我的电脑，然后面试。但我刚刚念着念着，我就觉得我整理的这10几个问题是不可能全部都背起来的。这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心里会一直挂念着我要 video interview， 我要 video interview。我觉得这个挂念的心情会让我在做其他事情都会分心。所以呢，我刚想说，今天好像长得还蛮好看的，那不然我等一下就直接进行我的这一场面试好了。我有上网查了一下，之前有申请过这个实习的人，他们是说第一关这个 video interview 是用英文，如果你进到下一关，人资会用中文跟你面试。我整理的这些问题集呢，主要是以英文为主，那中文我会放一些备注，就以防他突然考个中文。其实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可能已经收到了很多封拒绝信，然后还有很多无声卡，所以会让我觉得找工作的过程非常的漫长。基本上这一场面试是我今年的第一场吧，所以我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就是这次表现不好也没有关系，这可以当做我的面试练习。那多申请就有多一点机会，所以
尽力就好啦。刚刚说平常心，结果现在有点紧张，我要先去上厕所。So that you're ready to nail this interview. First, you'll begin by setting up your camera and microphone. Hi, I'm Venus, and I'm currently studying a dual master's degree at Western University in Canada and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aiwan. I have over 2 years of experience. 各位，我终于面试完了。今年第一次面试的感想如何？我觉得这个面试其实蛮仁慈的耶。我原本想说它应该就是一个无情的机器，直接打开直接回答题目，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但这个面试它总共有5个问题，然后每个问题之前呢，准备时间是不限的，所以你可以一边看题目，然后一边查我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你开始按下 record 键之后呢，你就要讲大概3分钟左右的回答。那这个回答如果你在中间一直卡词啊，或是忘词之类的，你还可以在3分钟录完之后呢再 retry 一次。我应该花了快1个钟头的时间在完成这5题，因为中间我遇到一些题目是自己竟然没有准备到的，所以我在中间暂停，然后再赶快去准备一下这个题目。我觉得即使有做准备，但回答的这个成果呢，可能还没有像想象中那么的完美。然后如果大家有线上面试的经验，也可以在下面回答你们的相关经验。不知道这个 one way interview 对于国外的公司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形式，你们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那这个是这间公司 internship 职缺的第1阶段，这个阶段通过之后，就会再进行第2阶段、第3阶段的面试。我现在心情好好哦，总算把这个事情完成了。